这个东西就是金鱼的头，这个就属于金鱼的肉，这个看上去还是挺新鲜的。你认为强大的人类捕杀日益稀少的鲸鱼，将它们端上餐桌，满足口腹之欲，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呢，还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呢？日本的捕鲸产业就受到了很多国家和组织的反对与谴责。而在印尼，至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捕鲸村，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合法捕鲸的村落。我们带着一些不解和疑惑前往探访印尼捕鲸村，也许此行结束，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捕杀行为背后的缘由。捕鲸村位于印尼一座不大的火山岛上，它如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，要去到那里并不容易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距离捕鲸村最近的一个岛啊。刚我去了这个码头，就售票处问了一下，去到捕鲸村的话，需要乘坐18个小时的这个船。我们此刻与捕鲸村所在的岛距离不过200多公里，而乘船竟需要10个多小时。而且它一个星期只有1班，所以说这边的交通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啊。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啊，据说这边还可以坐飞机过去，坐航班过去只要50分钟，所以我们果断的选择了航班。据说55分钟的航程啊，结果好像只花了30分钟就已经着陆了。就来到了捕鲸村的这个机场啊，然后那个上面就有幅画，上面显示的就是捕鲸的场面。很尴尬的是，到了这个机场，这个机场它没有出车，我要搭乘这个摩托车，然后他把我的行李这样子。OK，Thank you。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挺好的。咱们搭着这个摩托车就出发了。我们被拉到了一个车站啊，空荡荡的，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。现在不知道车的情况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车。今天这儿来了一个公交车啊。此时此刻是9点钟，我们要等到12点。班车的到来，来到这种地方就是语言是不通的。如果说面对一些像村民，像我后头这个大妈那些是没有办法沟通的，甚至我们用翻译软件去跟他翻译，有可能他们都不识字，就是他们当地国家的语言，他们的文字他们可能都不识。所以说越小的地方困难就是越大的。就是我们今天去捕鲸村的这个小巴啊。哇，第一次遇到这种程度的车啊，也太艰苦了吧！选了半天，坐这儿吧，这位置稍微好一点。这些都是捕鲸村的人，他们出来然后采购的东西啊。这儿还有只鸡，无从下脚啊！这个是随便选座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水泥吗？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印尼的这个捕鲸村了，住的这个酒店啊，就是当地他们村里面应该是条件最好的一户人家，住他们家里面，后面就是大海啊。这个整个村子其实就是一个沿海而居的一个渔村，当然他们捕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鱼啊，是鲸鱼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外面阳台上就放着几个骨头啊，看这个看样子肯定是一个大型的海洋动物的一个骨头。然后这地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这个现在在咱们国家是保护动物啊，这就是砗磲啊。这个在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不允许去交易，以及从海里面自己去捞也都是不可以的了。他们这就反正也没有这种法律啊或者是这种概念吧，因为这边连鲸都要捕的。来到这个房间啊，真的是感觉到现在目前已经是深入到印尼最传统、最地道的农村。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房间啊，现在目前是没有电的啊，就这么一个床垫，20万一个人，一个床。好在他还带一个卫生间啊，不用出去外面上厕所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住的这个所谓民宿的老板开的这个小卖部啊。这个小卖部看上去真的是像被打劫过一样啊，东西啊稀稀拉拉的，没什么东西啊，想买瓶水喝都不行。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捕鲸季，大量的鲸鱼，尤其是抹香鲸，会经过这个村子所在的海域。这里的渔民们每年能捕获约10到30头鲸鱼。下午3点，渔船归来，我们来到了捕鲸村的海滩边，看看渔民们今天有何收获。黑色的沙滩如同大型案发现场，还未走近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鱼腥味与血腥味。
这个渔村的话，沙滩上呢有很多的渔船啊，也没有初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把镜头往这边一看，这个东西它是个什么呢？就是金鱼的头骨啊，这边晾晒着的这些东西，它全部都是属于金鱼肉啊。这个它就是属于鱼鳍啊，金鱼的那个鳍的部分，它们现在是晾晒着的。这个就属于金鱼的肉，这个看上去还是挺新鲜的，应该前不久吧才捕获了一只。在这些岸边呢，堆放着有特别多的这种骨头啊。这些小朋友拿着这个鱼肉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小孩主动来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像脊骨一样，这个一看就看得出来，这个生物也不算特别小啊，不知道是鲨鱼还是什么鱼，因为金鱼肯定不是，金鱼的个头比这个大很多。比较害人的就其实是这一个骨头啊，这个头骨是特别的大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张就是它的金鱼皮嘛，在这个地方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恶臭，就像我们之前去到那个墓地啊，他们那种一风一过来，然后整个闻到的那种味道就是比较恶臭。而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就是这个金鱼的头骨上面的一些筋膜啊，没有撕下来，然后看起来像一种鱿鱼丝一样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是印尼的捕鲸村，它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后的唯一的一个合法的捕鲸村。我们来到这一地方呢，这一集咱们还是应该要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应该抱着一颗包容的心去看待。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呢，也不做任何的批判呐，或者是观点的表达，纯粹是以一个纪录片观察者的角度去参与、去记录他们这个捕杀大型海洋生物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100年来的一个风俗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是非常传统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生存方式只是延续了他们千百年前的一个生活习惯，就和咱们的老祖辈一样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只是说他们现在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、文明的阶段，还相对于滞后于全球这个程度了。这样的一个风俗，毕竟它是不可能在现代社会长远的流传下去的。在不久后的一天，这个村子也会面临消亡。话音刚落，沙滩上一阵喧哗声，夹杂着儿童的嬉笑声传来。走近一看，眼前的场面令我无法直视。所以这种场面，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心里会难以接受。沙滩上究竟是怎样令人难以接受的场景？如此落后闭塞的渔村，又是怎样进行出海捕鲸的呢？为何仅仅在这里能够合法捕鲸？下集继续探索。